尹公子在白天我断案的时候，确实承认他杀人了。当时我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我就应该问清楚为什么要在死后补刀呢？这明明是个很可疑的行为。对了，有个题外话，困扰我很久了，我想问问你。你说。你和叶笑笑认识多久了？说久也久，说不久也不久。什么意思？他跟我爹是故交，小的时候他经常来我家里跟我爹切磋医术。我长大以后就没再见过他了。今年他突然写信约我来给尹公子治病，我就来了。怎么，简公子，你怀疑他是凶手？他是不是凶手且不说，他绝对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乱刀神医叶笑笑。在破案之前，我更想明确他的身份，想去会会他。简兄，需要打吗？如果我们打起来，你帮谁？如果他不是那个叶笑笑的话，我帮你。够意思。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。况属高风晚，山山黄叶飞。好诗，好字。刀都带来了呀！你们三更半夜不请自来，莫非认定我就是凶手？在确认凶手之前，我更想明确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？在下乱刀神医叶笑笑，江湖人称乱刀神医，给人开刀的本事天下无双，用飞刀杀人的本事，在江湖上也排得上号。客气。为人直率，不管是对朋友还是陌生人，他都喜欢直言不讳。8年前，叶笑笑死在黑雾里，死在他的好朋友黑雾娘娘的酒缸里。这件事一直是个谜案，江湖上也很少有人知道。再后来，这个案子被送到了神机谷，我爹简进欢那里。我爹还没来得及查，神机谷的惨案就爆发了。再后来，这个案子被我看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的确不是叶笑笑。但你问我是谁，我早就忘了。在成为叶笑笑之前，我是神犬长老张大凤。当时，叶笑笑超然的医术和他的处事态度，深深地震撼了我。所以，在他死之后，我变成他的样子，替他活下去。好怀念他呀！那，你的医术？我天生学什么都很快，不论是武功也好，医术也罢，就连人的声音、相貌、行事风格，我也是一学就会。可是老天给了我一个缺陷，我没有自己的人格。所以啊，一旦有人的人格影响我，我就会变成他的样子，替他活下去。我好像听说过他，在我看过的书中也提到过你，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千面人。千面人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是有过这么个名字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我还是更喜欢其他的名字。在成为叶笑笑之前，我是神犬长老张大风。我张大风在江湖上一诺千金，说一不二，江湖的朋友们抬爱，都喊我一声老大。在成为张大风之前，我是鬼眼飞腿乱半颠；在成为鬼眼飞腿之前，我是妖人竹叶青。虽然是一个弱女子，但是我做了很多你们这些臭男人想做都不敢做的事情。我还有很多名字，比如武夷仙子涂墨、无形剑客李愁，还有铁拳无敌孙珊、魅影长弓刘雪怡。好怀念啊！魅影长弓刘雪怡，你听说过？那都是60年前的人了。有那么久吗？当然有啊。千面人老前辈，失敬。阁下怕是认错人了吧？在下乱刀神医叶笑笑，你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我给你开一刀，保准你好。你若要找千面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和他不熟。明白。那我的困惑也都有了答案。叶笑笑，久仰。客气，浪得虚名而已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哎，别动！这是藜芦，我在小偏方的门口找到的。当时我看这么好的药材湿了，所以我就捡回来，心想考考。等等，啊，你刚才说药是湿的？对啊。哦，我看看。药是湿的。当时下雨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如果一个人可以扮演另外一个人，赵兄，我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啊？对，如果当时凶手是这个，哎呀，这血雨了！哎呀，对，如果凶手用这样的方式杀人的话，那他的房间里面一定会留下这样的东西。啊，对，去小编，前辈，先告辞，去小偏方的房间。啊，告辞。60年了，有那么久吗？他们这是要查到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，我们还有机会动手吗？不知道。景兄，找哪家啊？就是咱们第一次见到他穿的那件。就是他一直穿的那件吗？没看到啊。这个是血迹，
和我想的差不多。你们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棉布啊。有人会烧棉布取暖吗？赵兄，啊，那衣服找着了吗？没有啊。找不着就对了。你的意思，这就那件衣服？谜题全都解开了，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我要公布真相。锦兄，怎么样？找到了，果然如你所料。好，诸位，我要向大家公布真相了。在公布真相之前，首先，我想跟各位说声抱歉，因为我的疏忽，没有在第一时间抓住真凶，还给了他机会再次行凶，杀人灭口。简公子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尹公子已经承认是他自己亲手杀了小偏方，也描述得相当清楚，他是哪点误导你了？尹公子并没有说谎，但尹公子说的未必就是真相，因为还存在一种可能，就是尹公子所看到的，它根本就不是真相。善哉善哉。哎，那你说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事实证明，尹公子并没有真的杀死小偏方。我给小偏方验了尸，他的尸体一共中了11刀，其中胸口的1刀是致命的，出刀又快又狠，而剩下的10刀是在他死亡之后才刺上去的。虽然刀口的数量和部位和尹公子所说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尹公子刺的可是活人啊，并不是已经死亡的尸体。那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：小偏方身上的刀伤不是尹公子刺的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另有其人？那谁呀？根据小妖女所说，在尹公子上楼之前，小偏方的房间就已经传来了争吵声。我推断，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杀死了小偏方。也就是说，尹公子上楼之前，人就已经死了。已经死了？对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后来和尹公子发生争吵，并被尹公子一刀捅死的人是谁呢？死了的小偏方是绝对做不到的，那一定是个活人，而这个活人就是凶手。那你说说，凶手到底是谁呀？那我就把凶手的作案过程好好复盘给你们。当小偏方气急败坏回到楼上，关上门做实验的时候，凶手进入小偏方的房间，他们2个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，凶手一刀刺入了小偏方的胸口，然后他摘了小偏方的帽子、口罩和外衣，把尸体藏进了柜子里，再用他的外衣擦了擦地上的血迹，因为时间紧迫，他擦得并不彻底。接下来，他选择找一套小偏方的衣服自己穿上，把现场布置成我们看到的样子。按照约定，尹公子要找小偏方做治疗。尹公子来了，但他绝对想不到，他眼前的这个人，并不是小偏方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接下来，
凶手按照计划引诱尹公子误杀了自己。有话好商量，我给你钱，我还让你依我怎么样？我已经这么说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办？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但事实上，一个会武功的人，他会用内力保护自己，更何况还有软甲护体，刀子并不会刺中要害。凶手并不会真的被尹公子刺死，他需要假装死亡。然而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，尹公子想摘去小偏方的面罩，试探鼻息，确认凶手到底有没有死亡。一旦面罩被脱下来，凶手的身份就会暴露，所以他不顾自己已经假死，起来奋力阻止尹公子以为小偏方诈尸了，他摸起桌上的砚台，狠狠地砸向了凶手的额头。尹公子离开以后，凶手又抓紧时间把现场布置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样子。尽管他受了些刀伤，但他也必须忍痛把小偏方的尸体从柜子里拖出来，根据自己身上刀口的位置，在尸体上刺下相同的石刀，这样才能和后来尹公子的说法对得上号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发现小偏方身上除了致命伤，剩下的刀口都是在半个时辰之后刺上去的，因为引诱尹公子杀人耽误了半个时辰。然后他必须脱掉身上的衣服，重新给尸体套上，帽子、口罩也要套上，这样尹公子看到地上的尸体才会误以为自己真的杀了小偏方。做完这一切还不能走，因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2次杀人产生了2件血衣，一件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，也就是小偏方身上穿的那件，还有一件是绝对不能留下的，所以凶手选择了就地销毁证据。我们从火盆的灰烬中发现了布片的残留，你们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棉布啊。毁灭了证据，凶手选择从窗户离开，回到自己该在的地方，等待着案情被发现。尹公子到死都认为是自己杀了小偏方，最终也误导了我的判断。那真正的凶手是谁？我说出来你们不要惊讶，凶手就在我们当中。杀死小偏方、尹公子还有火扁鹊的人就是穷和尚。善哉，善哉。简兄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简公子玩笑了。案发之时，贫僧并不在客栈。他说的没错，当时他出去买药去了，我们可是都看见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出去买药了。各位，闹够了没有啊？这药铺来去10几里，他没有时间杀人。你的确有不在场的证明，但这个证明是假的。赵兄。哦。你还记得这个？是驴炉。对，就是你从小偏方门口捡回来的藜炉。这是藜炉，我在小偏方的门口找到的。我看这么好的药材湿了，所以我就捡回来，心想考考。当天你说你去买药材，那天并没有下雨，可当你回来的时候，药材却是湿的。小偏方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叶和尚，和尚，怎么回事？
因为你早在前一天就把药材买好了，藏在了屋顶上，对吗？那天你当众说出去买药，直接绕到后院，爬进自己房间的后窗。再从自己的房间潜入2楼，进入小偏方的房间。之后，你处理了尸体，再假扮成小偏方的模样。引诱尹公子杀了你，完成了这一切杀人计划，你再从屋顶把早已准备好的离炉给取下来，假装是刚从药铺买完药回到客栈，只是有一点不完美，头一天雨下得太大，藏在屋顶的药材被淋湿了。后来，火扁鹊发现了药材的猫腻。然后偷偷跑去药店查明，只不过很可惜，他在回来的路上被你灭了口。简公子自然是最讲理的，没错，贫僧撒了谎。但这也不是证据，能代表我就在小偏方的房间呀。简兄，尹和尚说的有道理啊。我不记得我杀过人呀，简公子。那敢问和尚，你疼不疼？尹公子下手可够狠的呀，用砚台砸的伤，到现在还没好呢。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这伤不是砚台砸的。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磕的，出事了！哎呦！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到了。你当天戴着斗笠，确实很难分辨，你头上的伤是砚台砸的，还是从楼上摔下来所致。但是刀伤就好分辨多了。刀伤？你可否把你的上衣脱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你的刀伤？尹公子留下来的刀伤，想制造尹公子杀死小偏方的假象，不替小偏方挨几刀是不行的。虽然当时你有软甲护体，但尹公子的刀还是刺伤了你的身体。叶笑笑说：“你向他请教过，刀刺在哪里，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。”没错，他当时问我怎么避开要害，这儿、这儿，还有这儿。就算我捅你72刀，你也不会死。你假扮小偏方的时候，硬生生地挨了尹公子10刀，虽然都刻意避开了要害，但是血却流了不少。你今天面色发白，精神也不好，说是染了风寒。那在场有这么多大夫，让大家好好给你看看，你到底是得了风寒，还是大量失血？和尚，到底是不是你？简公子说的没错，这3个人都是我杀的。跟小偏方身上的伤口一模一样。尹和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过简公子有一样东西说错了，我杀火扁鹊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药材的秘密，而是他本来就该死。
为什么？这3个人罪孽深重，枉生于人。这故事得从1年前说起了。我当时在中原四处云游，到了山东，发现一座小破庙，里边有很多生了病的小乞丐，他们都生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奇特到和尹公子的病是一模一样。这些孩子，最小的不过7、8岁，最大的也就11、12。他们都中过奇毒，虽然毒解了，可是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，他们就要死了，很快就要死了。让我看看。大师，哎，孩子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们！好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孩子。我医术有限，无能为力，我只好继续西行。可是这一路上遇见的人是越来越多，病的小乞丐也是越来越多。我一路追查下去，就碰到了专门给丐帮治病的活扁鹊。不过毒不是活扁鹊下的。他只是在某个时间把一些小乞丐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就是小偏方的医馆。我说，还没有成果吗？送来的引子太少了。是要进度有限，一次只能送6个，再多恐怕就引起帮里的注意了。哎呀，那些乞丐，谁会在意他们？他们的命不值钱。哎，多往这送点儿，我怕是等不了太久了。这人多的话，眼杂嘴杂的，放心。钱不是问题，钱也少不了你的。另外，除了山东和合肥的帮助，其他地方的帮助你说不说？花点钱去打点啊！尹公子放心，有钱就好办。哎，也别光找男的，男的太容易废了。你来点女的，女的比较耐折腾。好。现在呀，时代也不景气，那些人没人会在意。哎，方施主，方施主，哎，你少他妈给我扯那些大道理。想要练更多更好的新药，就得有人来试药。你试药嘛，就得有人牺牲一下。人哪有不死的？早点晚点的事儿嘛。可是方施主，你难道听不到那些孩子的哀嚎吗？他们是活人，有血有肉的人呐！上天尚有好生之德，我也有好生之德呀，我让他们为医学做贡献。哎，一旦把药试出来了，那就能拯救众生。而他们呢，死得其所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哦，你的意思让他们一辈子要饭？我没这么说呀，谁愿意一生下来就要饭呢？那只能怪他们命不好。幸亏他们遇到了我呀！啊，他们能够有幸给我试药，为医术献身，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！哎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得感谢我？我本以为把小偏方的死嫁祸到尹公子的头上，你们就能帮我除掉他。哼，你们却把他给放了。不好意思，只能我自己动手了。是我修行不够，是我压抑不住自己的杀心。我不是一个好出家人。王神医，
多谢您教我运功治病的方法。叶施主，您教我用刀的诀窍，我没有拿它做好事，我对不住您。赵施主，这么多年您一直当我是个好和尚，我辜负您了。叶和尚，咱们相识多年，你的人品我是了解的。简施主，最后被您抓到，和尚我也安心了。要杀要罚，任君处置，和尚绝无二话。你的案子了结了，我自己这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，所以，我打算先把你关起来。关起来？就不怕我跑了？简兄，明天一早把他送到官府。叶和尚，知道吗？我越来越崇拜你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比那些武功高强的英雄还要英雄。过奖了。不过，谢谢你对我的赞美。怎么了？因为穷和尚的事？对啊，叶和尚是我见过心肠最好的人。想当初，还是他劝我下的山。他当时跟我说，一个山上可以有一个山大王，但是绝对容不下一个大侠。要想当大侠，就要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变成了这样。他真的是个好人，他是被尹公子他们逼成这样的。你是不是后悔帮我救出了穷和尚？怎么会啊？你是探视人，找出真相是你应该做的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不把他救出来的话，咱们怎么会知道这世上还有那么多可怜的小乞丐？我难受，是因为我心疼他，要被迫杀人。是啊，他好不容易放下屠刀，又拿起屠刀，这心里面得承受多大的苦啊！来，赵兄，帮帮我。升仙子杀人是为了自己活命，穷和尚是为了那些小乞丐才杀人。杀人并不是他们的本意，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，错的是那些自私自利、手拿无形屠刀的人。无形屠刀的人，他们一个个的双手沾满了无辜的鲜血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错了，还以为一切都合情合理。尹公子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其实他们这种人才应该被揪出来。简兄，那你准备怎么处置叶和尚？真相是真相，对错是对错，官府会秉公处置的。简兄，不是，我很好奇啊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找这个地儿换衣服？哦，这儿比较隐秘嘛，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隐秘？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你怎么来了？简兄，这真是一个隐秘的好地方。
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些年受了点刺激，脑子不太灵，总是胡言乱语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另外呢，我觉得穷和尚吧是个好人，该怎么解决，看你吧。好，前辈，后会有期。告辞。简公子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记得帮我保守秘密，后会有期。等等，何事？请你留下来，帮我个忙。帮忙？对，实不相瞒，我想杀个人。难道你就这样离开？雨打落在安居。